假如漫威世界的英雄集体暴毙会怎样？这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却真实发生了。众神愤怒光临地球，托尔离奇死亡，鹰眼惨遭密室凶杀，寡姐亲手杀死托尼，绿巨人也爆体而亡，洛基趁机占领地球。一个星期内，事情接连发生。作为神盾局局长的福瑞又该怎么办呢？故事发生在主宇宙钢铁侠2后。星期一，福瑞带着寡姐开车前往寻找复仇者的候选人，他们的首要目标便锁定在了钢铁侠托尼身上。寡姐认为，要想托尼加入复仇者，福瑞是痴心妄想。而福瑞自信地向寡姐表示，自己曾经招募过一个俄罗斯的特工加入美国的秘密小组。随后，他们便找到坐在甜甜圈上吃甜甜圈的托尼。此时的托尼却正因为靶元素中毒而烦恼。看过钢铁侠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托尼战甲能量的主要来源就是胸口的反应堆，而反应堆却是依靠着胸口的靶元素产生能量的。靶元素长期放在体内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。此时的福瑞就是知道托尼因为这件事一直困扰，所以才会这么自信地来找托尼加入复仇者。不曾想，见过托尼后，福瑞刚表明来意，就被托尼果断拒绝。看着上司被啪啪打脸，寡姐便拿出针管，对着托尼打下了1针2氧化锂。福瑞表示，2氧化锂可以有效地抑制靶元素。话还没说完，托尼便直直地倒在了地上。这一突发情况可把2人搞懵逼了。寡姐赶忙上前摸了摸托尼的脖子，才发现托尼竟然死了。事后，寡姐也被神盾局逮捕了起来。福瑞并不相信是寡姐杀害的托尼，并在上囚车时把托尼遇害时的针剂偷偷交给寡姐，并暗示寡姐偷偷越狱，在暗中帮助他调查事情真相，找出真凶。囚车上的寡姐面对着一群士兵也丝毫不惧，3两下便解决了士兵。寡姐的暴力行为很快便惊动了车头的2人，2人慌忙靠边停车，打开车门，便发现寡姐已经不见踪迹了。星期二，在钢铁侠2片尾的彩蛋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就是神盾局的寇森在野外发现了一把锤子，而此时的福瑞知道这件事情后，便驱车前往。到地方后，寇森向福瑞表示，这把锤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锤子很重，没有人可以拿起来。而且根据科研人员检测研究，这个锤子并不是地球的产物，而其中富含的电磁、中子和生命辐射都严重超标，并且锤子中蕴含的能量非常强大。没错，这就是雷神托尔的小锤子。福瑞表示，这么强大的东西丢了，肯定会有人来寻找。与此同时的隔离圈外围，神盾局的成员被一个接一个的打晕。随着警报的响起，天空一声巨响，雷神闪亮登场。福瑞来到监控室，并指挥鹰眼在空中监视入侵者。此时的雷神也接近了自己的锤子，空中的鹰眼也举起了弓箭，随时都可以一箭射向托尔。而此时的福瑞却表示，先不要轻举妄动，看看托尔下一步会干什么。托尔看着自己的锤子，面露微笑，甩着自己用飘柔洗过的长发，朝着锤子一步步走去。而此时的鹰眼却突然一松手，手中的箭向托尔的胸口射去，托尔也应声倒地。这个鹰眼手中的弓这么厉害吗？都可以弑神了？在监控室看到这一幕的福瑞问到鹰眼为什么不听命令。此时的鹰眼百口莫辩，一直说着自己并没有松手。武装人员也在第一时间瞄准了鹰眼。不出所料，鹰眼也被神盾局的人带走了，并关进了小黑屋。被关起来的鹰眼依旧认为自己不可能出错，隔着玻璃看着鹰眼的福瑞也不认为会是鹰眼干的。但是事实摆在眼前，福瑞也不能做什么。此时的寇森表示，托尔已经死了。根据提取的血液样本显示，这个人已经活了1000年了。复仇者候选人在2天内被自家特工接连杀死。我想说，有这样的特工了，还要什么自行车？要什么复仇者呢？就在福瑞想和鹰眼单独谈谈的时候，却发现此时的鹰眼竟然成为了一具尸体。在这个全封闭的空间内，没有任何人进入的空间里，在神盾局内部的鹰眼就这样被杀了。寇森说会不会鹰眼是自杀，但是福瑞却表示鹰眼有妻子有孩子，是不可能会自杀的。就这样，第3位约定了盒饭。星期三，逃亡的寡姐在卡尔福大学，并找到了绿巨人班纳的女友贝蒂。
贝蒂是细胞生物学战略应用方面的专家。刚开始的贝蒂以为寡姐是神盾局派来找班纳的，便果断拒绝了。随后的寡姐表明来意，并把杀死托尼的真剂交给贝蒂，贝蒂才决定帮助他。在显微镜下，针管注射器显得十分干净，针剂里的解毒剂甚至还没有被推出注射器。贝蒂很肯定地表示，托尼不是死于生物科技，而是纳米科技。寡姐此时接到了福瑞的电话，在电话里得知鹰眼已经死亡了。听到鹰眼死讯的寡姐心如刀绞。福瑞根据自己的推测，觉得凶手的目的是杀了所有复仇者的候选人，并让寡姐尽快找到班纳并躲起来。此时的寡姐看着桌子上的帽子，对福瑞表示自己已经找到了。电话刚挂，班纳便从一旁的柜子里主动现身。此时的寡姐看着窗外，察觉出了一丝危险。与此同时，神盾局外部，寇森开着车准备回神盾局，此时车内的物品却全部漂浮了起来。随着天空上一道巨大的光束从天落下，洛基带着阿斯加德的军队从天而降，福瑞也带人前往和洛基对峙。洛基看着眼前的福瑞说道，自己是阿斯加德的皇储，反正就是各种炫身份。而此时福瑞的手机也不应景的一直响，福瑞便打断了洛基的话，接起了寡姐的电话。电话的另一边，寡姐和班纳已经被贝蒂父亲罗斯将军团团包围。寡姐随即向福瑞表明自己这边遇到了状况。福瑞对寡姐说自己正在对付太空海盗，让寡姐自行应对。说罢便匆匆挂了电话。寡姐看着眼前的军队，赶快表明自己的特工身份。话音未落，一声枪响，子弹瞬间命中班纳的胳膊。被子弹命中的班纳身体瞬间发生变化，在变身绿巨人前，班纳让寡姐赶快离开，因为自己是不死之身，不会出事的。说罢，寡姐便打破玻璃并跳了出去。看到班纳已经变成浩克，罗斯将军下达命令发起攻击，无数炮弹向浩克袭来，但打在浩克身上不痛不痒，反而使浩克更加暴躁。寡姐看着浩克怒吼，一时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此时的将军拿出手枪想要终结浩克，贝蒂看到这一幕便想上前制止父亲，却被寡姐上前拦下，接着告诉贝蒂，真正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将军。话还没说完，远处的浩克身体正在迅速变大，准确来说是肿胀。随着一声爆炸，有不死之身的浩克就这样自爆身亡。同时，福瑞的这边也是危机重重。洛基表示，来地球是为了给哥哥报仇，如果不交出凶手，自己将占领地球。第一次见到这么厚颜无耻的人，竟把自己想占领地球的野心说得冠冕堂皇。但此时前面的光头竟然这么无视自己，自己怎么说也是皇储，他竟然打断自己的出场白。越想越气的洛基随即便打开寒冰魔盒子，一股能量从盒子中射出，挂了电话的福瑞也赶忙趴在地上，能量所到之处都被冰冻了起来。一波攻击过后，福瑞艰难起身，对洛基说，即使是向地球开战，托尔也不会复活，更何况现在双方都有着共同的敌人，他们可以暂时结成同盟。说罢，洛基表示，只要在日出之前交出凶手，自己就可以离开地球，否则他将毁灭地球。夜晚的图书馆内，寡姐因为被通缉，所以登不上神盾局的内网，在寇森的帮助下，成功登上了内网。寡姐根据这几天得到的线索，开始搜索起有关纳米科技的档案。突然，一份档案出现在寡姐的视线里，一个死去2年的女人竟然在昨天登录了数据库。这个档案就是初代黄蜂女霍普的档案。此时的寡姐感觉身后有一只眼睛一直在盯着自己，当回头看去，却又什么都没有。寡姐赶紧给福瑞打去了电话，想把自己的发现告诉福瑞。还没等电话打通，寡姐便被一拳打飞，手机也随之飞了出去。爬起来的寡姐却看不到对方的任何身影，难道对方是隐形人？随即寡姐再次被击飞出去。寡姐向着手机边爬边喊，当靠近手机便又被拉了回去。与此同时的福瑞坐在一间餐厅内，望着眼前的手机，一遍一遍地听着寡姐最后的声音。同时，洛基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本来创建复仇者联盟就是为了抵抗像洛基这样强大的敌人。看着寇森拿来的文件，寇森说复仇者就只剩下福瑞自己了。福瑞却表示自己并不是光头撕裂，随即便走向车，从车里拿出来了一个老旧的传呼机。这里的传呼机也和复联3里面的彩蛋是一样的，都是呼叫鲸队的传呼机。
正准备按下按钮的时候，福瑞突然明白了寡姐所说的霍普是什么意思，随即便驱车前往洛基的营地。星期四凌晨时分，旧金山的牧场内，福瑞站在一处坟墓前，面前正是初代黄蜂女霍普的坟墓。而此时，一道声音从身后传出，真凶也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竟然是初代的蚁人皮姆，2代黄蜂女的父亲。皮姆也表示，之前所有复仇者都是死在自己的手里，托尼是自己缩小后藏在针剂里，然后杀死了托尼，而托尔是因为自己变小后刺了一下鹰眼的手，才导致托尔死亡。随后跟着托尔的尸体进入神盾局杀死鹰眼，而绿巨人则是自己用枪打破浩克的手臂，自己随着血液进入到浩克体内，随后用纳米科技放大了浩克的心脏，才导致浩克爆体而亡。寡姐则是被自己变小后打死的。而皮姆这样做就是想让福瑞体会一下失去重要人的感觉。原来2代黄蜂女死亡的原因是因为福瑞派遣她执行任务时导致。看到这里，我真的很不理解，你想报复福瑞，直接动手杀了福瑞就行了，为啥要杀托尔呢？可怜的托尔甚至都不认识福瑞。事情的真相从皮姆口中揭晓，只要再杀了福瑞，自己就完全胜利了。说罢，蚁人再度变小，想要杀死福瑞。而此时的福瑞像开挂一样，一拳就打飞了蚁人。此时的蚁人一脸懵逼，表示对福瑞的实力很疑惑。还不等他反应过来，福瑞便施展影分身，瞬间无数个福瑞出现在四面八方。蚁人看着便想逃跑，但在这众多的福瑞面前，蚁人无处可逃，被打得遍体鳞伤。而此时的福瑞也慢慢变成了洛基。原来是他和洛基偷偷做了交易，报答蚁人的就是变成福瑞的洛基。真正的福瑞此时也从一旁走了出来。随着太阳升起，蚁人也被神盾局逮捕了起来。此时的福瑞让洛基拿着锤子滚出地球，而洛基笑着说到自己现在并不想离开地球，想要在地球上多待几天。星期五，纽约市联合国大楼内，洛基缓缓地走上演讲台，没有复仇者阻止洛基满面春风，对着下面的群众说到自己现在正式宣布统领地球，你们都是我的臣民。演讲的画面在全国各地的屏幕上播放着，人们人心惶惶。果然，我咋说前面的洛基突然对托尔的死亡这么伤心？原来真正的目的在这里呀！而此时的福瑞望着复仇者的棺材，向着门外走去。很快，福瑞便来到了美队被冰封的山洞，抚摸着美队的盾牌，嘴里轻声呼喊着队长。随后，鲸队突然出现在身后，鲸队捏了捏拳头，问道：“战场在哪儿？”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。大家觉得鲸队最后打败了洛基吗？在漫威的世界里，还有一位英雄也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蚁人一样，只不过这位英雄杀的不止复仇者联盟，而是屠杀了整个漫威宇宙。大家知道他是谁吗？关注我，为大家带来更多漫威的精彩内容。有什么想看的内容，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